真卿战胜纪念碑。真卿从军的兵士啊，所有人的名字啊，包括预备役啊，还有留守的士兵团的名字啊，所有的这个阵亡士兵啊，所有的都在这个里面。是这个地方呢，以前不叫神木本地，这个地方呢以前叫象丘村啊，它只是一个村啊，慢慢发展起来以后，成为这么一个大家居住的地方。其实它以前就是一个小村落啊，一个小村落。但是呢，他们会把这些去参加战争的人员，所有人员记录下来啊，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他们会立碑记录啊，这是就是说是这边的一个风俗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的同学啊，都留了下来，都考上了大学啊。而我呢，特别幸运，因为我是本身就大学毕业了，所以呢，我就直接读完了1年半的语言学校，我就直接就职了。而且我的第一个工作呢也非常好，和我的专业比较合，是一个自然良能的一个会社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会社员吧。这个老板呢也对我特别的好啊，因为我算是个比较机灵的孩子吧，所以在这个公司里头混得也特别好。所以呢，这是我在日本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一个地方吧。因为真正的公司里面就我一个中国人啊，其他都是日本人。公司小，但是越小的公司吧，它五脏俱全，你越能看到它的经营的一种方式和各种各样的上下级关系啊，和这些的，就是真正走进了日本的这个社会啊。这个对我来说，我非常感谢那段的，就是当社员的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呢，让我真正的了解了一个社会，这个日本社会是个什么样的啊？比方说上下级的关系，老板对我什么样的关系，这对我将来我自己对自己的社员们会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的学习啊，就非常的好啊，非常的重要。这对我就是5年以后独立啊，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啊。到了5年以后呢，我突然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了啊。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机缘巧合啊，当时呢，我有个好朋友就劝我啊，干脆入日本国籍吧。日本呢，就是当时入国籍的人非常的少啊。当时同一批像我这样入国籍的人就特别少。当时呢，我也就是申请了，因为我有一个怎么说呢，国际比赛的一个资格啊，所以呢，他能够让我就是有这么个资格来申请这个国籍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当时是第一批的，像我这样来日本就是不到8年啊，因为他是在第5年的时候就有资格入，就是申请一般要1年左右吧。我就申请了一下以后，我在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拿了日本国籍了。但是呢，其实我在入日本国籍之前啊，我想去美国，所以呢，我跟公司有一次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啊，我就把我的中国护照递上去了啊，一起就是随着去，因为我们当时是公司旅游嘛，所以就觉得肯定能去啊。结果，唯一我的签证没下来，当时我的行李都跟着。就公司的都去了，把我一个人给留下了，当时我就心里很受伤害，所以我拿完日本国籍以后啊，我唯一没去的国家就是美国，欧洲我跑遍了，我很喜爱欧洲，这个文化，但是呢，可能是美国让我受伤了吧，我就一直就没有去美国。
日本的所有的地方呢都是土族，所以呢是特别。把吃的，把所有的就是不洁的东西放在外面啊，不能往里带。在日本这么多年呢，给我的感受就是，日本其实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的贫富真的差别不大。作为一个，比方说一个社员和我们当时的老板，我们中午吃的饭是一样的，啊，在中国来说，一个有钱人他吃的东西和一个大街上的工人吃的东西，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但你在日本，它肯定是一样的，因为同一个地方买的便当同一家店吃的中午饭呀，同一个 menu 你看那个日本的 menu， 它就是一张纸它没有你选择的余地大家都是1000块钱的便当或者1000多块钱的定时它没有你这个选择的地方，所以在日本来说，有钱人和没有钱人，他们吃的东西基本一样，基本一样。但是到了晚上，你要是喝酒的话，那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把很便宜的红酒灌到很贵的红酒瓶里。让他喝，他觉得很贵很好，再把很贵的灌到很便宜的红酒让他喝，他依然喝不出来，所以人有时候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高级，什么是低级，其实在日本里头它真是区别不大，这是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这里生活的越久，你会越觉得平等第二个是它的这个社会体系它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会場は自分のマスクと置く場所を自分を今日はみんなそのまま靴をしていたんで、靴は本当に置いてからしてほしいですね。はい、出てください。这个野杜鹃呢，它是山上的花，所以它是，你看它比较瘦它的花不是那么的茂密它很瘦，但是它的花呢怎么说呢，给你一种生命力这个和就是一般的这个杜鹃花不一样这个我们在杜鹃花，我们庭院里头经常看见的，是这样子的杜鹃花，这就是人工杂交出来的东西，所以呢，它开起来是很漂亮的，整个漫山遍野的你也再大一点。你不要理他，好，摸起来以后慢慢提。走，1、2、3、4。中国人一说太极拳就问我能不能打我们说我们太极拳不是为了打他理解不了，他说拳不是为了打，没有意义他们就想看打
所以呢，这个在中国来说，现在哎呀，这个传承这个东西啊，就是越来越的少啊。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类的困惑啊。这个老头，以前的海部时期的，就是首相秘书，连后生省，他做过外务省，做过劳动省，啊，他派驻在就是法国11年。哇，啊，这么经历一个官员，他现在是我这个会的副会长，啊，叫陈典。刚才在这吃饭的那个老头儿，他是外务省，他在德国待过11年，所以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太极拳啊，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他们退休了以后，啊，现在都在我的会里。我的第二个就是经历，就是我自己创业啊，自己开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公司。在我就职了5、6年的时候啊，我就辞职了啊。当时我就办国籍，办了一个日本国籍。我拿下日本国籍的时候呢，我就自己独立，自己办公司去了。刚开始呢，开办了一个教室，啊，也非常的难，啊，非常的难。我的第一桶金啊，其实是中医推拿开始的，啊，我开了一个中国气功整体院。日本当时啊，它非常好，它有一个民间医疗的一个许可，所有人都可以来开，啊，只要你有能够治愈别人的手段，你就可以开。它这个建筑风格啊或者什么的，它都来自于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些的，就是做神教工作的这些的设计师们啊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的风格非常好。而它的本心这边村民们造出来的东西呢，就是这么个形态，啊，所以它当时是神教合一啊，它可以容忍2个不同的就是信仰吧，2个不同的宗教信仰融在一个地方来参拜啊。大家就是一到，比方说中国的春节，啊，日本他们的お正月叫正月，这个时代啊，所有的村民都来，啊，他不管是信佛的也好，是日本教会的也好，他都会来参拜。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万法如一啊，一如啊，这个是佛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词汇啊。在日本很简单，你只要去就是当地的区域所的保健所啊，去登录一下，啊，你马上就能开，而且它没有任何的资格和没有任何的，就是限制啊，所以呢，我就开了这么一家，就是按摩的这个店啊，这个店一开呢，哎，生意非常火爆，因为这个日本啊，它这个气候啊造成了，
这个岛国的这个气候呢，它是湿度比较大，所以呢风湿类的病啊比较多，所以在日本的这个颈椎病啊，这个腰椎病啊，这个非常多。所以呢，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自然良能呢，其实也就是卖这类的产品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做了一系列的调查以后呢，我就发现，在日本来说，能够靠这个来挣钱啊，然后我就开始开了这个一家店。这一家店一下就开火爆了。日本很多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因为我呢是北京体育大学啊，我学的就是运医这方面啊，我学的比较扎实，因为我父亲又是一个就是道士出身嘛，后来他是在第二军医大学啊毕业以后呢，他在部队的医院呀工作了很长时间，是个骨科医生啊。他来日本以后呢，一直行医，然后呢，他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帮助以后呢，我就开始就是连锁的开这类的店啊。我最多的时候开了有15家整体院。2年以后呢，我就出国了一趟，我在各个国家里游历了2年，啊，这是我的第2段人生经历吧。等我游历回来了以后，发现幸亏我走了，这个行业一下又掉下来了。我2年前卖出去的店，2年后我看他们挂出来卖，就是便宜了1半，啊，再往后就越来越差。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已经看不到一家整体院了。首先，我们看这个神社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呢是讲风水的一个地方。其实神社和寺庙啊，是最早中国僧人过来传法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风水特别极佳啊。后面背靠的山啊，你看前面啊，大家看一下前面。啊，一个大的明堂，啊，而且是山势啊，一看就是一个环抱的一个感觉，啊，这后面就是后山，啊，这个山为什么要背靠山呢？因为它稳啊。这个杜鹃花里头非常少见的品种。